大家好，我是老莫。有朋友问，千层肉火烧应该怎樣和面才能做得又薄又脆？这個視頻就分享一下山東千層肉火燒的和面方法以及製作技巧和注意事項。詳細的配比咱們放在結尾。咱們先來和面。今天選用的面粉是中筋粉，然後在面粉中加入鹽和白糖，加鹽生筋加白糖能讓咱們拉出来的效果更薄，做好之後就更脆。然后加入開水，加開水的時候記得要快速攪拌，不然容易燙過。水加完之後就像這樣不停的攪拌，直到水分攪勻即可。做這塊面團大家要記住，一定要稍微偏軟，不要讓它太硬。然後咱們直接放到一邊和另外一塊面，然後用溫水和面。這個面團的水量就要稍微減少一點，和出來的面團硬度要比第一個稍微偏硬一點點。這樣和面做出來的火燒外皮夠脆，裡面夠軟，吃起來也更香，筋道也不差。和好的溫水面團要等開水面團晾涼，把兩種面團摻在一起攪拌匀。如果這一步沒有做好，咱們在制作的時候很容易拉爛，它的斷裂程度呢就比較高，所以在攪拌的時候攪匀一點。攪匀之後，咱們要加上5到8克色拉油，繼續攪拌一下，這樣咱們做的時候就不容易沾手，特別好操作。油分攪匀之後，就像咱們畫面中這樣的狀態就可以了，然後用保鮮膜封住，放1個小時。接着咱們來拌肉馅兒，拌肉馅兒就比較簡單，咱們用的是五花肉，肥的稍微少一點，瘦的多一點，這樣搭配讓咱們吃的時候不會感到油膩。然後按照自己的口味加上調味料拌匀即可。唯一需要注意的，咱們在拌馅的時候千萬不要加水，加太多水咱们在煎的时候很容易漏出来，容易炸傷自己。咱們肉馅拌好之後，像這樣封起來，先放半個小時，讓它的味道能夠融合得更好，這樣咱們做出來的口感自然會更棒一些。接着咱們還要調一點油酥，油酥的量不需要多，只是色拉油加上一點生面粉就可以。咱們只需要在餅的上面稍微加上一點點就可以了，所以這個量呢盡量不要太多，不然會產生浪費。油酥攪拌好之後，一定要看一下這個狀態，讓它稀稀的，咱們能夠輕鬆的抹開，像畫面中這樣的狀態就 OK 了。咱們這塊面團已經醒了1個小時，大家可以看到它完全塌下去了，這就說明它足夠鬆弛。接着咱們案板上撒上色拉油，抹匀，咱們操作起來就更方便。如果是店裡做，咱們在不鏽鋼的上面刷上油，操作起來會更順利。咱們這塊面團呢，直接像這樣疊壓一下，這樣壓扁就可以。接下來咱們用刀先分出一個劑子，這個劑子呢大概在60-70克就可以了。然後單獨取出來這一塊，咱們需要把它推開。推的時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好這個力量，不要太大。如果太大，推得過薄，它有些地方容易爛掉。這樣的話肉馅就容易跑出來，煎的時候呢很容易黑。推開之後，咱們直接抹上油酥。油酥的量不需要多，每個地方沾上一點就可以，因為這一點量就足夠讓它酥脆。接着咱們把肉馅直接鋪上去。塗抹肉馅的時候大家要注意，這個厚薄呢一定要控制好，不然的話很容易把面皮弄破。咱們鋪完肉馅，最後這一部分一定要剩上10公分左右，稍微給它拉薄一點，這樣咱們後面包的時候就不容易露馅兒。接着從一頭像這樣慢慢的捲起來，這樣就可以了。在捲的時候如果有粘的地方一定要小心一點，捲到最後這一部分一定要盡量薄，這樣咱們做出來它的酥脆度就能保持更好。如果說这邊太厚，咱們做出來之後呢，這一塊容易發硬。捲好之後像這樣直接給它壓平就可以了，在壓的時候呢一定要匀着力量，不要壓得太猛。接着電餅铛內加入多一點的油，直接放入生坯。放入生坯之後，咱們電餅铛是雙盤，咱們直接用下盤加熱就好了。主要是因為上層沒有油，咱們如果直接烤，上面容易發硬，所以單獨用一面來制作，它的酥脆度就能保持一樣。下面一層定型之後，咱們直接給它翻個面，繼續煎制。煎這一塊呢，大家不要怕油多。假如沒有這些油，咱們做出來之後酥脆度就會差很多，所以做這種烙餅呢，必須要油多一點。咱們做家常烙餅也可以用這種方法來操作。等到另一面煎至上色，完全鼓包，像這樣的狀態，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只需要讓它兩面顏色保持一致。這樣的狀態下，咱們直接取出來放進烤盤。如果家裡沒有烤箱，咱們可以用燒烤架或者是地鍋放一塊鐵板烤，也是一樣的。然後把烤箱用最高溫度預熱10分鐘。烤箱預熱完成，直接放進去用220度烤10分鐘即可出爐。這樣咱們火燒就算完成了。出爐之後趁熱吃，非常香，咬的时候呢也非常脆，而且還能一口吃到肉，這個感覺呢是非常好的。咱们在吃之前直接像这樣切成小塊，單獨來吃也非常好，也可以上桌。咱們在家裡制作，最關鍵的注意好2種麵團的狀態一定要控制好。接下來是詳細的配料，咱們準備2份麵粉，都是用的中筋粉，各準備100克，沒有中筋粉可以用高筋粉。還需要準備玉米油25克，白糖準備4克，鹽準備2克，溫水準備80克，開水準備90克，一定要稍微多一點。然後還要說一下咱們今天的配料，這裡是鹽、蠔油、生抽、13香、麻油，各準備5克，可以根據自己的口味來調，都可以。然後準備肉末的时候，大家只需要注意肥的少一点，瘦的多一点，多少自己定。好了，咱們今天的视頻就到這裡，下期視頻再見。